不管白色衣服有多黄多脏，洗衣服时我们加点它，轻轻搓一下，白色衣服立马干净如新，省钱又实用。学会赶紧试试吧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彩味。可在日常生活，衣服上面经常会沾染一些污渍，比如汤汁、果汁、笔渍染料等等，不仅难看，而且清洗起来特别麻烦。比如遇到这种情况，您是不是就觉得废了，已经舍弃这件衣服了？下面就分享清洗衣服的小妙招，只需要简单制作一碗溶液，轻松解决家家户户的生活烦恼。我们先把脏的白色衣服放入盆中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了解制作自制洗衣液的方法。这边我们准备一个容器，然后准备一块肥皂，我们削点肥皂馅下来，尽量将其削碎一些，这样肥皂碎更容易溶解于水中。肥皂作为古老的清洁神器，虽然如今的肥皂不再是洗涤界的主角，但依然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这种老肥皂是一种表面活性剂，它的分子结构可以同时与水和油脂相互作用，这使得肥皂能够将油污和污渍从衣物上分散并悬浮在水中，使其容易被冲洗掉。老物件存在就是道理，不然怎么没有被现在层出不穷的洗衣液等物品淘汰了呢？对吧？在碗里边加入1汞洗洁精。我们都知道洗洁精是专门清洁油污的好物，能够快速的将污渍进行清洁。再加入少许的小苏打。小苏打是生活中很常见的物品，还具有非常好的清洁效果。跟着往里边加入少许的食盐，最后来切一块柠檬。我们把柠檬汁挤进来，这时它们就已经发生化学反应，起泡沫了。现在加入少许的温水，然后使用搅拌器或手动搅拌工具，将这些成分彻底搅拌均匀，直到这些东西完全溶解在水中。肥皂末我们提前削碎一些，这会搅拌起来就很好溶解了。我们要确保肥皂末完全溶解，以免在衣物上留下残留物。现在我们把自制的溶液倒在衣服有污渍的地方，再加入多一些的温水，我们抓揉一会儿，把有污渍的地方揉搓浸泡一会儿，确保衣物完全浸泡在自制洗衣液中。如果是用洗衣机的话，开启洗衣机的洗涤功能，轻轻搓揉衣物，确保自制洗衣液充分接触到脏污的所有部位，然后将其浸泡10分钟。顽固陈年污渍的话，就浸泡20分钟左右。这有助于帮助清除衣物上的油污和顽固污渍。等浸泡时间到了之后，再将衣服拿出来用手搓一搓。现在大部分的污渍基本不见了，剩下小部分的，我们再下手搓一搓，我们可以看到衣服上面的污渍立马就掉落干净了，水也变得浑浊了。神奇吧？白色衣服上的顽固污渍之所以能够被清洁得这么彻底，其实也是有理可依的。洗衣服加入小苏打可以增强清洗力，增强除污效果，并且小苏打的弱碱性能中和酸性的皮质污垢，将衣服彻底清洗干净。如果用的洗衣机，小苏打还能让洗衣机内环境维持在弱碱性，既能帮你清洁洗衣机，又能洗净衣服去除汗臭味，且不伤衣料。试问，这样的小苏打谁不爱呢？大家都知道食盐有固定衣物颜色的效果，加它一起清洗，可预防衣服褪色和保持衣服鲜亮的颜色。食盐也具有吸附油污的作用，能够有效去除衣服上的污渍。
洗洁精也是同理，不过洗洁精去除油污效果更强，且洗洁精还有芳香味，使洗过的衣服保留一股清香。大家只要选择自己喜欢的味道就好。而柠檬酸本身的特性就是可以去黄，酸碱中和，衣物上没有杂质的话，就会更加还原白色衣服或床品面料本色，更加洁白亮丽。平时洗衣服时使用，还可以提高衣服柔软度的作用哦。现在效果不用我多说，大家都看得到了。接下来，我们只需要用清水将其漂洗干净就可以了，多换水漂洗2次，把洗涤溶液彻底清洁干净。白色衣物易发黄的原因是荧光剂变弱，大部分衣服都添加了荧光增白剂，随着洗涤次数的增加，逐步流失，所以衣服会逐渐发黄变旧。如果清洗的时候没有漂洗干净，让肥皂、洗衣粉等残留，长期下去也会导致白色的衣服发乌发黄。所以我们漂洗一定要到位。现在拧干水分，我们来看看刚才黄黄的白色衣服，清洗好既干净又无异味，真的解决了很多家庭困扰的烦恼，是不是特别棒呢？这里顺便跟大家说一下，洗衣服人人都会，但是正确的晾晒方法，想必有些朋友是不知道的。衣服清洁之后，正确的晾晒方法就是反着晾晒。这并不是瞎说，而是经过时间的积累的经验。反过来晾晒衣服主要有以下2个好处：防止掉色，颜色越是鲜艳或者是黑色的衣服，在晾晒的时候不反着，就会掉色，而白色衣服也会泛黄。尤其是天气比较热的时候，太阳的高温会让衣服快速掉色。如果你不想您的衣服这样，建议你洗完反着晾晒。第二，消毒杀菌，因为太阳晾晒有杀菌消毒的效果，高温能够消灭衣服上的螨虫，把里边翻过来晾晒，再次穿上后会更舒服。以上是对于长时间的顽固污渍的清洁。那要是刚才吃饭才沾上的污渍，我们有个临时的对应方法哦。我们可以在包里装这种小小的1瓶酒精，然后把酒精喷在污渍上边，我们再用厨房纸巾或者是抹布来轻轻擦拭，没一会污渍就消失不见了。喷一喷再擦一擦，反复操作，污渍就会彻底不见了。因为酒精作为有机溶剂，可以溶解大部分有机污渍，如油、胶水、果汁等。用酒精喷洒后，我们只需要用抹布沾水就可以擦拭干净了。方法不错吧？临时急用不在话下。好了，看完这个生活小妙招，你知道怎么清洗衣服了吗？赶紧学会这招，再脏的衣服洗完跟新的一样干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那里有更好的建议，欢迎于评论区留言，随心进行分享。同时也期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转发，使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这些事实动态。我是瑶瑶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